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虞书欣穿礼服从王鹤棣、白鹿面前经过，却没一个人抬头和他打招呼。虞书欣穿着一件绚丽的晚礼服，从王鹤棣身旁经过，却没有人抬头与他打招呼。这瞬间，她的美貌似乎被忽略了。刚结束的微博之夜上，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一幕，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虞书欣特意选择了绕过王鹤棣、白鹿、赵露思、吴磊等人，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抬头和他打招呼。这样的情境能否反映一个人的品格呢？为何没有人向虞书欣打招呼呢？身穿粉色大礼服的虞书欣小心翼翼地走着，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挪过去，她的走路姿势甚至显得有些搞笑。为什么她不像白鹿、赵露思等人一样，在内场换一套轻便的礼服呢？虞书欣站在谭健次和刘宇宁中间，明明可以选择从刘宇宁那边走过去，但她却选择了绕远路。或许从她的角度来看，她只是想和王鹤棣打个招呼，顺便蹭一些热度。毕竟王鹤棣现在可是当红人物。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虽然他以为王鹤棣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但王鹤棣却看了他一眼，立刻低下头，转而和吴磊聊天，完全无视了他。乍一看，你可能觉得王鹤棣不够绅士，尤其是他们曾经有过合作，但事实上，王鹤棣私下是一个非常开朗的社交达人，也是一个真实、纯善良的男生。曾经在王彦霖妻子生产的时候，王鹤棣甚至主动开车送他们去医院，并一直等在楼下，直到产程结束。王鹤棣的情谊深厚可见一斑。如果他和虞书欣真的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场合肯定会互相打个招呼的。在一场戏剧的合作中，王鹤棣和白鹿展现了默契的默契关系，但随着戏剧的谢幕，这份默契一直保持得十分牢固。在其他活动中，两人不仅一同坐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还积极参与各种游戏。王鹤棣和虞书欣之间的交情确实令人难以捉摸。当有人故意不理另一人时，可能是因为彼此存在一些误解或委屈。由于双方都未刻意解开这层迷雾，导致了彼此之间的疏离。一旦成年人之间发生了疏远，要想回到过去就变得十分艰难。此时虞书欣内心是否感到尴尬，实在难以揣摩。她原本期望与王鹤棣拉近关系，却没想到却遭遇了一场冷遇。曾经被誉为第一新引力的默契，如今却黯然成为过去。更出人意料的是，白鹿竟然也没跟虞书欣打个招呼。虞书欣看了一眼白鹿，而白鹿却只顾着低头与赵露思聊天。白鹿曾多次与虞书欣共进晚餐，甚至有照片拍到她们被认为是亲密的姐妹。然而，白鹿曾送给虞书欣几十包口香糖，还购买了虞书欣的200张专辑以支持她。难道两人只是表面上的姐妹关系？白鹿、赵露思和虞书欣在资源和地位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有时并不是因为彼此不合适，而是在人生旅途中逐渐疏远，宛如当年的杨幂和唐嫣。虞书欣走了一圈，却没有一个人与她打招呼，甚至没有人愿意抬头看她一眼。试想一下，如果此时白鹿代替了虞书欣，整个场面就截然不同了。王鹤棣一定会友善地打招呼，赵露思也会亲切地与他寒暄。白鹿坐下后，与之前搭档的肖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他与这位当红艺人的交流中，一直保持着得体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巧妙地掌握着言谈的分寸。正是因为他如此坦然而又懂得分寸，大家对白鹿的评价都非常高。他的人缘真是相当出色，毫不摆架子，亲切平易近人，真实纯粹，
善良而又贴近生活。甚至他还会特地从国外带回美味的马卡龙给粉丝们品尝，这一举动可见他的真诚与优雅。去年，白鹿在3部电视剧中表现卓越，几乎全年都在辛勤工作。无论是演技、颜值还是情商，她都可谓一流。相比之下，虞书欣真的是无法与白鹿相提并论。作为女艺人，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提升演技上，而不是过于沉迷于炒 CP 或追逐热度。2. 王鹤棣演技翻车，萧关变霸总，观众逻辑去哪了？有人说大凤打更人就像是一场期待许久的盛宴，但菜一上桌，却发现主菜是半凉的，甚至还有些加生。这种感觉确实让人胃口瞬间凉了大半。要说这剧的锅该归谁，我看台词、演技、剧情每一环都得分上一份。开篇那场戏，王鹤棣饰演的杨玲初登场，一个普通的房产销售员，居然以一种霸总的姿态跟大老板握手，那股子哥未来也是行业领军人物的自信，直接让我怀疑是我打开方式不对。试想一下，你一个小职员，第一次见到公司老总，上来就是手握得紧紧的，表情里还有点自带光环的样子，谁看了不得以为是老板新任的干儿子。再加上眉头一挑，嘴角一扬的微妙表情，那画面说职场剧是委屈他了，更像是偶像剧里霸总和灰姑娘的第一场戏。如果说开头还只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后续剧情则是彻底崩盘。杨玲在被宣布升职为北区副总经理时，面对现任总经理的阴阳怪气，她居然端着一杯酒直接就上了，观众瞬间炸了，这心理素质也太不职场了吧。如果是现实中的萧关，怎么着也得笑脸相迎，低姿态应付才对吧？但杨玲没有，她反倒选择硬刚，端着那种全世界都欠我一个道歉的气场，直接喝到全场瞠目结舌。话说回来，谁能在饭局上这么操作，还能不被直接踢出局？这段剧情让我不禁想到，为什么有些剧总是会莫名其妙给主角开外挂？一个房产销售员，竟然在穿越到大凤世界后，还能靠化学知识炼制金属钠，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大？15万官银消失案，他3两下就破了，用的还是高中化学课上学到的钠遇水爆炸原理。看到这里，我甚至开始怀疑编剧是不是在拿这个设定讽刺自己写的剧情过于敷衍。你以为的现代知识拯救古代危机是一场机智过人的操作，实际上只是一种为了剧情推进的强行安排。当然，剧中并非全是槽点，特效和场面调度还是值得称赞的，甚至有些镜头让我觉得这剧的经费确实没少烧。但问题在于，画面再精美，也遮不住逻辑上的漏洞。比如杨玲是个房产销售员，为什么穿越到古代后还能拥有超凡的化学知识？更别提那段现场炼制金属钠的桥段，真的让人觉得编剧对观众的科学常识有种迷之轻视。要说国产剧的通病，这种不讲逻辑的开挂主角绝对算一个。从早些年的某穿越剧到现在的这部《大凤打更人》，观众已经不止一次在弹幕里大喊主角光环太强了。问题是，这种光环真的能让人喜欢吗？要知道，观众追剧可不是来看主角如何无敌，而是看他如何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你硬是让主角一上来就开满技能树，观众又该从哪里找到共鸣呢？说到这，我突然想起了国外一些成功的剧集，比如《绝命毒师》。主角老白虽然是个化学天才，但他的天才是有代价的，每一步选择都有可能让自己跌入深渊。而《大凤打更人》里的杨玲呢，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既没有真正的挫折，也没有合理的成长过程。这样的角色怎么可能让人喜欢？回过头来看王鹤棣的表现，
他的问题不仅是角色设定拉胯，台词和表演也同样尴尬。他的台词节奏总是怪怪的，有时候像在背课文，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加了一些个人风格。普通话本来没啥毛病，但他硬是给整出了点方言腔调，这让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可能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创新，但观众显然不买账。这就让我想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演员总喜欢在原有台词里加点自己的小设计？明明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话发音就能完成的任务，非得给他搞得别出心裁。想出彩不是问题，但你的看场合、看观众的接受度，王鹤棣的这种加料操作，不仅没让他的人设更立体，反而让观众更出戏。最后，还是想问问大家，这部剧真的值得追下去吗？也许有人会说槽点太多，简直就是宝藏剧，但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关掉电视，去翻几本更靠谱的小说。毕竟时间宝贵，谁都不愿意浪费在这种既不真诚也不有趣的作品上。你怎么看？